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龙湾碧道差不多靠近龙溪大桥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呢，我就准备上桥，然后呢，到对面去龙湾村里面骑一阵，把这个呢作为我今天到龙湾碧道这边来骑行的第二段的行程。以前去过这个龙湾村里面有很多农业的农庄，还有当地人自己种的一些菜园整个风光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就出发到那边去转一转吧。身处番禺就这边这种骑行的道或者休闲的地方呢，其实是挺多的当然了，也在不断的维护建设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完善但是呢，我相信它也在不断的建设过程当中，环境呢是变得越来越美了，就看你有没有心去发现这些景色。现在呢，我就准备骑上桥去了。这座桥叫龙湾大桥更正一下，不是龙溪大桥。看来这边还有一个中学叫向郡中学，我记得沙湾有一个叫向前中学像一个姐妹学校。我右侧看下去，这个学校校园挺大感觉挺不错的一个学校。现在呢，我正式进入了龙湾村的地界了。就这一片街道边上的马路应该都是龙湾村的地方了。你看，写着美丽乡村龙湾村但是我记得应该主要的村庄是在马路的左侧我们先随意的骑一下吧。虽然农村的街道没什么看头，但它就是现实中的现在农村的模样。这些原本的农村地带而且有很多是古村落，就是好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种村落，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变得很困惑。
也被不知所措。但是呢，对于历史的长河来讲啊，也就一瞬间而已。就我估计啊，没过多久，几十年以后吧，这里就会变成一片新的城市了。这里已经到了龙骨路了，我觉得我已经走过头了吧。现在准备往村里骑进去。这里叫晋华街，相信是可以骑到村里面去的。锦华新街，这就进村了。龙湾小公园在我的左侧，依然是村里的一些便民设施、休闲地带啊。像这个小路两边的这些农民的房子啊，大部分都是独立的一个小院，这是他们最后必须守护的家园啊。骑着骑着呢，我发现我已经偏离了我原来要走的方向了，就来到了一片田野之中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然后我们就在田里这条路上骑一段吧。看到这里还保存的一片田园，就感觉还不错。哦，这里是不让进的了。今天天气啊，虽然是灰蒙蒙的，但是在这个绿色的田园之中骑行呢，感觉还不错。看到这条小村啊，这一路过去是一个村庄，那边呢应该是一个中学啊，就是刚刚经过那个中学。再往前去呢，就是很多现代的高楼了。里面狗狗在叫，应该是一个花田还是什么林场啊？哎，我发现这里是可以骑到另外一条河川边的啊。果然，我还是骑到了一条堤岸上。这条堤岸的马路啊，外面就是更宽阔的水道。一条大河的模样啊。刚刚我就从这条道骑上来的，现在我又往这边往前骑。我觉得这里是可以回到龙湾村里的。
现在我在一条堤岸的马路上骑行，我的右侧呢是水道，但我已经搞不清楚它叫沙湾冲还是四桥水道还是什么其他的道。右侧呢就是一片农田，再往里面呢就是一个村庄。这里景色还是很美的。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前面应该有一个水道的闸口，一个水闸啊，我们骑过去看一看。这边感觉真的很美。我看我的左侧这些村庄，前面的是一大片的他们的农田啊，还保留着。这边水道纵横，取水应该是不费力气，所以这个是天然的优势。所以无论是经营这些水田，还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甚至开一个水塘养鱼，都是得天独厚的。我记得应该很久了吧，专门到这个村里来骑行过。那个时候呢，我真的骑单车不敢骑得太远，一个不知道这个单车的状况，第二的话呢，不知道我的体力能不能支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骑到这边来，我很有信心。一个是对我自己的体力啊有信心，另外一个呢，对这个单车的性能也已经摸熟了，就觉得这点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我的前方啊，你看我的前方就是密密麻麻的村屋，形成了一个村落。虽然这房子呢建得不是特别美观啊，没什么特色，很实用主义，而且有些不修边幅，但是对农民来讲啊，他们的需要还没有到那么高的层次，只要够住，面积够大，里面能够容得下他们的生活的这些设施、家具等等的，就应该是不错了。我突然看见啊，这个河的对面呢，有更漂亮的一个绿色琉璃瓦顶，非常豪华的一个大房子，应该是一个以前古建筑的修复体吧，还是说对面已经到了保木园那里了呢？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原来都骑到了这儿来了吗？蛮大的一片区域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寻访一下啊。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有些牌子上写着，这边呢叫石龙围堤防，就古坝水闸至龙湾水闸段啊，这么一段。所以呢，这个外面的河道就城村水道，然后呢就是紫泥河了，那就没有错了。我们的对面呢就是南岳苑，也就是保墨园，怪不得。已经骑到了这边啊，但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一个桥可以过到对面去啊。哦，原来在这里啊。
怪不得对面听到人声鼎沸啊，游客的声音传到了这里。这边有一条道呢是可以骑下去的。对，我突然想起来啊，这边有一大片的香蕉林还是芭蕉林，就这个村民们的种的一些作物啊，当然应该也有什么荔枝树啊、龙眼树啊之类的。你看这样的农民就自己有个院子，门口还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啊，可以种一些自己想种的东西，这是一种原田风光啊。龙湾水闸管理区，这是一条水闸啊。觉得可以骑上去看一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水闸。你看，我现在骑的这个水闸呢，它是可以抬高的，就可以让大一点的船通过的。这叫龙湾冲，应该是进入到紫泥河里面去的一条河冲。这个地方我好像没有到过，随意的骑一下吧。对面的这个立交，不知道是不是东兴高速啊？但我要找找看有没有拐到右侧过河的便桥呢？显然是没有的。从来没有来过地方啊，我就继续骑一下，看看前面是一个什么模样啊。就这些大桥，都是巨大的桥梁啊，没有路，没有便桥可以推着单车或者骑着单车到对面去。这边呢又是另外一番风貌了，我觉得这里也很美啊。可以看到啊，这些紫荆花的后面也是大的水塘，而右侧呢就是宽阔的紫泥河了啊。紫泥河再往前，不知道是不是沙湾水道还是石桥水道啊，这我就搞不清楚了。哇，这条路也是很美的，从来没来过的地方啊。这条河堤公路右侧河边啊，这块地啊，都被农民开垦成为一块块的菜田了。当然也种了一些芭蕉和其他的一些作物。但是没有路可以过到对面去啊，我觉得稍稍有些遗憾啊。
那今天就去不了紫泥塘那边了。前面应该是高铁的高架桥，看见有高铁通过。我们不妨在这边看一看啊，正好骑到这边呢就断电了啊，换了一块电池。你看啊，就在这个河堤公路旁，这个河岸边上啊，农民们开垦了一些菜田，还有芭蕉树，还有竹林。对面呢，我觉得就是去紫泥河啊边上那个宝墨园那边那条路了。但这边我四周看出去呢，没有找到可以骑过去的路啊，所以我想呢，这里就应该是作为今天骑行的一个转折点，往这边呢准备要打道回府了，看看前面有没有合适掉头的地方啊。看来前面呢是骑出大马路了啊，但我想着还是走回我刚刚来的路吧，这样可以多欣赏一会儿这些河景，这些农村的池塘、田野的风光。我以前记得去紫泥岛的时候啊，应该有一条紫泥大桥的，应该，但今天基本没有看到啊。我还是看到了前面的大桥，在前面那条叫紫泥大桥啊，就是去宝墨园那边那座大桥，其实是可以骑过去的啊。但是我想我还是今天就不去挑战了吧，改天专门骑到这个紫泥岛上啊，再去寻访一下。其实呢，眼前这座桥就是紫泥大桥啊，我刚刚从这个下面穿过的。但是你要过到江对岸去呢，你就是要往右走一段路啊，然后从那边上桥才行。啊，明白了。因为这里呢，它都挡住了，可能在有些工程吧。就如果说我从这边右侧下去了，就可以转到桥上了。好了，我明白了，那我下次就知道怎么走了。
再次来到龙湾冲这个水闸。好，现在呢，我们从水闸下来啊，转到这条叫龙湾东华路，就回到龙湾村里。村民开的饭店啊，也可以看到啊，这些河冲啊都在整治啊。你看啊，这些步行的道路啊，都铺设的比以前好了。哟，这边已经出到大马路上了吗？再次转回到村里来看一看啊，因为我记得这边有个村头还挺热闹的。这个村头呢，一样有村委会啊之类的机构，也有一些便利小店啊。当然也有他们的村民广场，现在变成停车场了。这就是普通的村庄的模样啊。广州郊区的村庄啊，大抵如此。当然有比这种村庄建得更好一些的，但也有跟这个类似，甚至还不如这个的。左侧是龙湾幼儿园，这边呢应该是一个村头的市场啊，现在什么都没有卖。村头河冲边的一棵大榕树。这里面呢就是村民们的住所了。
对了，我记得以前来过，这条就叫中华街。啊。再次转进村道里面啊，今天的第二段的骑行呢，就准备到此结束了。在龙湾村，在一片河涌旁边啊，有很多的绿地，有挺美的河岸的景色。普通老百姓呢，就在这样的窝村里面生活，看上去也怡然自得啊。好了，我就在对面的龙湾村这个招牌这里呢，结束我今天的第二段的龙湾村的骑行啊。我们下一段再见，拜拜。